为每个聊天软件重复开发适配 agent 的 UI， 工作量大到崩溃。这就是现在很多团队卡死的地方。如果你还在为了让 agent 同时适配 Slack 和 Teams 分别写2套逻辑，那这次真可以停下来了。Copilot Kit 最近开源了 Channels SDK， 它本质上不是一个 agent， 而是一个交互传输与渲染中台。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把 agent 的前端逻辑和具体的 IM 平台彻底解耦。以前做这事儿简直是灾难，一套逻辑写完，换个平台 UI 全得重构。这次的思路变了，它通过 agent UI 协议把交互逻辑定义成了标准化的中间层。这到底怎么运作？你写通用的 JSX 代码 SDK 会自动把它转译，代码在 Slack 里长得像 Block Kit， 在 Teams 里就变成 Adaptive Cards， 全是原生的。OpenTide 项目之前就是这么干的，他们直接拦截了 Linear 的写操作请求，在 Slack 卡片里唤起人工确认。就这一步 ，Agent 从纯文本对话变成了受控的执行实体。有人会问，那这玩意儿跟直接调 Slack API 比，优势在哪儿？答案是协议解耦。你不需要为每个平台的渲染逻辑绞尽脑汁，它是通用的。它的架构设计其实挺聪明，平台健全直接托管给 Copilot Kit Intelligence 服务，你本地只维护业务逻辑和长期运行的监听进程，不用自己去啃 OAuth。但这里有个硬性指标得盯住，连接配置强制要求3万毫秒启动超时检查，没调好这个配置，服务直接起不来。代价就在这儿，它只支持长期运行的 Node.js 进程，不支持 Serverless 架构。想薅羊毛的这套方案不适合。目前它还在早期访问阶段，只支持 Slack 和 Teams， 虽然计划后面加上 Discord 和 Google Chat， 但现在还没交付，毕竟才 0.5 版本。安装其实就2个包， npm install add Copilot Kit channels add Copilot Kit runtime， 配合 npx 引导配置能自动生成，账就这么简单。先别急着上手。GitHub issue 里有人报过，部分事例引用了已废弃的 AppI， 动手前先对照文档，别硬跑。如果你想避坑，收好这份清单。1. 先确认许可证是否准，商用，它是 MIT 许可。2. 如果不需要复杂交互，别上这套架构。3. 显存或资源有限的场景，慎重评估。最后给一份避坑清单，如果你只是做单向消息推送，没必要上这套架构。如果已用 LangGraph 且追求跨平台交互，这绝对是首选。